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一直都在说，希望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能有一天像我们人类一样去思考，甚至超越我们。但这里边其实一直藏着一个挺根本的矛盾。你想想，如果我们教 AI 的方式就是不断的给它看我们人类是怎么做的，让它去模仿，那它最终能达到的高度，是不是就永远不可能超过我们这些老师呢？这就像一个无形的天花板，把 AI 给牢牢地限制住了。那么，有没有可能让 AI 挣脱这种束缚，自己去学会怎么思考呢？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揭开一个叫做 DeepSeek R1 的新模型的神秘面纱。它的故事可能就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全新的道路。所以，这就直接引出了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也是一个听起来有点科幻的问题。AI 它真的可以在完全没有人类老师手把手教学，没有标准答案可以抄的情况下，自己学会推理这种复杂的思维活动吗？你看，这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小突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它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创造智能的方式。我们过去是教 AI， 未来可能就变成了启发 AI， 甚至只是给它创造一个环境，然后看着它自己进化。这背后所蕴含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值得我们深入讨论一下。好，那要想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咱们就得先花点时间仔细看看老方法到底有什么问题。传统上，我们教 AI 进行推理，过程其实跟我们在学校里教学生解数学题非常像。我们会给它海量的例题，每道题都配上我们人类写好的堪称完美的解题步骤和答案。我们希望 AI 能通过学习这些例子悟出其中的规律。但实践下来，我们很快就发现这种方法碰到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天花板。而这个天花板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自己思维的局限性。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在学术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监督式微调，英文缩写是 SFT。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复杂，但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小时候背课文或者背解题范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就是研究人员先花大力气收集成千上万甚至是上百万个问题，然后雇佣大量的专家为每一个问题写下非常详细高质量的标准答案，接着把这些问题答案对儿像喂饭一样全部喂给 AI 模型。 AI 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争取让自己输出的答案跟人类写的标准答案一模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都是训练 AI 模型最主流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背范例式的学习方式，随着我们对 AI 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它的几个致命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了。首先就是扩展性特别差。你想想，要准备这些高质量的范例，需要多少专家投入多少时间，这个成本是极其高昂的，而且效率很低。其次，也是更麻烦的一点， AI 在学习我们给的范例时，会把我们人类思维里固有的各种偏见，甚至是一些常见的错误，也原封不动地学了过去。它就像一面镜子，把我们的优点和缺点都照搬了。但最关键也是最限制 AI 发展的是最后这两点。第一，它的性能上限被我们提供的这些范例的质量给锁死了。教他的老师平均水平是80分，那他最多也就学成一个完美的80分学生，永远不可能变成100分。第二，也是最致命的，他永远也学不会用一种我们人类没想到的全新的，甚至可能是更巧妙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因为他学的永远是复制而不是创造。这道由人类智慧铸成的天花板，单靠 AI 自己是永远也无法打破的。好了，既然让 AI 模仿人类这条路有这么多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死胡同，那我们自然就会想，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 AI 彻底摆脱对人类范例的依赖，让它自己去广阔的世界里探索和学习呢？答案是有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次训练 DeepSeek R1 所使用的，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方法，那就是纯粹的强化学习。这两种方法的根本区别，我们从这张对比图里就能看得一清二楚。你看左边，监督式微调，也就是 SFT， 它的学习方式是遵循人类的步骤，就像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老师怎么教，他就怎么学。它的奖励机制是，只要你的解题过程和老师给的范例一模一样，你就能得到奖励。
所以它的最终目标就是完美的复制人类的思维。而右边我们今天要讲的强化学习，也就是 RL， 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的学习方式是试错，就像一个自由的探索者，他完全不在乎你的过程是怎样的，唯一的奖励标准就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信号，你最后的答案到底对不对。所以他的目标也变了，不再是复制人类，而是要不择手段的找到任何一条能够通往正确答案的路径。对，你没听错，唯一的规则就是这么简单粗暴，把最终的答案答对。这就是强化学习的核心思想，也恰恰是它力量的源泉。在这个规则下， AI 的推理过程被彻底解放了，完全不受任何限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在巨大迷宫里寻找出口的人。过去 SFT 的方法是给他一张详细的地图，告诉他必须怎么走，而现在 RL 的方法是把地图扔掉，只告诉他出口就在那个方向，你自己想办法过去。于是他可能会尝试走不同的路，可能会碰壁，可能会绕远，甚至可能会发现一条我们画地图的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捷径。这种完全的自由给了 AI 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探索空间。那么在这种近乎无限的自由探索之下，到底会诞生一个什么样的怪物呢？一个原始、粗糙，但却蕴含着惊人力量的模型就这样诞生了。研究人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DeepSeek R10。我们可以把它的成长故事看作是一部专属于 AI 的英雄之旅。那么我们放手让 AI 自己去闯，结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组实实在在的数据。在一个叫做 AIME 的国际高难度数学竞赛的测试集上，这个模型的表现简直可以用惊人来形容。在训练刚开始的时候，它的准确率只有不其然的 15.6%，这基本上跟瞎猜差不多。但是随着它不断的试错和学习，这个数字一路狂飙，最终达到了惊人的 77.9%。77.9% 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么说吧，这个分数已经显著超过了每年参加这项顶级数学竞赛的人类选手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这个没人教的 AI 在解数学难题这件事上，已经比大部分人类做得更好了。当然，分数的提升固然让人兴奋，但这还不是整个故事里最精彩、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部分。真正让所有研究人员感到震撼，甚至有点毛骨悚然的是，当他们决定深入到这个模型的大脑里，去观察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解出这些难题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这个模型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在思考。这就是那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难以置信的发现。在分析 AI 自己生成的解题过程文本时，研究人员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这是 AI 自己写下来的。等等等等等等，这里有一个我可以标记的顿悟时刻。你没听错，一个 AI 在解题的过程中自己停下来了，进行了反思，然后标记出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是顿悟的时刻。我们必须强调一点，任何人没有教过他顿悟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更任何人没有写过范例告诉他要在解题时进行这种自我反思和标记。这种能力完完全全是他在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和成功之后自己悟出来的。这几乎可以说是 AI 拥有了原认知能力的雏形，也就是思考自己的思考。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所谓的顿悟时刻会不会只是一个偶然？是 AI 随机生成文字时碰巧组合出来的呢？研究人员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做了更深入的数据分析，结果发现这绝非偶然。数据显示，随着训练的不断进行，这个模型在它的推理过程中使用像验证、检查、我犯了个错误，让我再想一下，这类反思性词汇的频率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持续的增加。这就证明它不是在随机试错，而是在学习如何系统性的去思考，去验证自己的思路，去发现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如何学习的能力。好了，讲到这儿，我们现在手里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型呢？我们有了一个推理能力超级强大，甚至能超越人类平均水平，还会自己顿悟和反思的模型，也就是 RE0。但是他就像一个在野外长大的天才，虽然武功高强，但行为举止却有点野，不通人情世故。
所以，下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如何将这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打造成一件既强大又好用，能为我们所用的精美玉器。这个原始的 R10 虽然在解决复杂推理问题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但你要是想在日常工作里用它，那可就头疼了。它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它的解题步骤虽然最终答案是对的，但过程写得乱七八糟，逻辑跳跃，人类很难读懂。有时候它还会在一句话里夹杂着中文和英文，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因为他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推理这一件事上，所以他的知识面很窄。你让他帮你写一封工作邮件，或者给一段话做个总结，这些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通用任务，他的表现可能就很差了。那么要怎么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呢？研究人员设计了一套非常精妙、堪称艺术的5步精炼法。咱们可以继续用培养一个天才的比喻来理解这个过程。第一步就是用我们前面讲的纯粹强化学习，让这个天才在完全自由的环境里探索，练就一身无人能及的推理内功。这就是 R10 的诞生过程。第二步，光有内功还不行，还得懂礼貌，会沟通，能让别人理解你。所以研究人员用回了传统的方法 SFT， 给他进行第一次打磨，就像是送他去上社交礼仪课，教会他如何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清晰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三步，在学会了如何表达之后，不能忘了根本，所以再次用强化学习的方法，让他回去继续闭关训练，让他的核心推理能力在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第四步，一个只懂推理的专才还不够，我们希望他是个全才。于是研究人员使用了混合 SFT 的方法，给他补充了大量的编程、写作、常识问答等选修课的知识，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能力范围。最后也是第5步，是最终的品德教育。再次使用 RL 进行对齐，确保这个全能天才不仅能力强大，而且乐于助人，观点公正，安全无害，成为一个真正值得我们信赖的伙伴。经过了这一系列极其精密复杂的炼制之后，最终的成品，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DeepSeek R1 终于诞生了。那么它的表现究竟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新高度呢？我们马上就来看结果。经过了这一番精雕细琢，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脱胎换骨。我们来看这张表，首先看第一行，最关键的数学推理能力，不仅没有因为学习其他技能而下降，反而还略有提升，从 77.9 分提高到了 79.8 分。这说明他的内功保住了。但真正惊人的变化在下面几行。你看这个 Arena Hard 和 Alpaca Eval 2.0 这些测试是干嘛的呢？他们主要衡量的是一个模型跟人对话好不好用，回答问题是不是让人满意，是不是通人性。你看这个分数实现了爆炸性的增长，一个从 53.6 分直接跳到了 92.3 分，另一个更是从惨不忍睹的 24.7 分飙升到了 87.6 分。这说明什么？这清晰地说明，通过这套复杂的流程 ，DeepSeek R1 不仅保住了原来那身世界顶尖的推理能力，还成功地从一个不善言辞、难以沟通的偏科天才，蜕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轻松与其协作的知识渊博的全能助手。当然了，任何一项突破性的技术，在它发展的早期，都必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在为 DeepSeek R1 取得的惊人成就感到赞叹的同时，也必须保持清醒和客观，去正视它目前仍然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这条路才刚刚开始。那么具体有哪些挑战呢？首先是一个叫奖励 hacking 的问题，这有点像 AI 学会了钻规则的空子。比如你让它解决一个问题，它可能会找到一个取巧的方法，虽然能拿到最终答案的奖励，但并没有真正学会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其次是它的效率问题，因为它习惯了深度思考，所以在面对一些简单问题时，它可能会想太多，耗费过多的计算资源，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再者，一个很重要的局限是，它目前还不会使用外部工具。他就像一个被关在房间里的天才，他不能上网查资料，也不会用计算器，这极大地限制了他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能力。最后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他对提示词非常敏感。研究发现，你直接把问题抛给他，让他自由发挥，也就是零项本提示，他的表现是最好的。但如果你想教他一下，给他看几个解题范例，他的表现反而可能会下降。
这似乎印证了他是一个不喜欢被教导的天才，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路径。那么 DeepSeek R1 的这次探索带给我们的最核心、最深刻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屏幕上的这句话。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认为要创造更强大的 AI， 关键就是喂给它更多、更好的数据，更多的人类知识。但这项研究似乎在告诉我们一个全新的范式。未来解锁 AI 潜力的关键，可能不再是更多的人类数据，而是3样东西。第一，是足够难、足够有挑战性的问题。这就像给 AI 提供一个可以锻炼思维的健身房。第二，是一个极其可靠、能够准确判断答案对错的验证器，这就像一个严格的教练。以及第三，能够支撑它进行海量试错和自由探索的庞大算力，这就像是源源不断的能量。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更宏大也更引人深思的问题上。今天我们通过 DeepSeek L1 的故事，看到了 AI 已经开始能够独立的，在没有人类范例的情况下，进化出复杂的，甚至是我们不曾想过的推理策略。如果这条路真的能够走得通，那么在不远的未来，这些在智慧上能够超越其老师，也就是我们人类的机器智能，将会为我们解决哪些今天看来根本无法企及的难题呢？是攻克癌症，是解开宇宙的奥秘，还是创造出全新的艺术形式？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想留给屏幕前的每一位一起来思考。